各位，你要是不当这个互联网的自媒体人呐，你还真搞不清这世界上真的竟然有那么多的精神偏执、智力低下的那些人。这两天我不是说韩红的事情吗？大家也都看到了，我的视频底下啊留言的那韩红的粉丝们，有撒泼打滚的啊，有这个诅咒念咒的啊，还有的呢是直接就是一律否认的。咱也不知道这些人的智力和精神状态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我昨天不有一集视频说，我说韩红呢，这个一手带着一个100多万的表，我的那个封面图上清清楚楚的标注出来了，就是这张照片。竟然有那个精神病给我留言说，你亲眼看他带2只表了呀？老有人说过，哎，浩哥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因为我有验蠢症啊！你说你这种人啊，你除了这个骂他以外，能有更好的方法吗？好吧，咱们言归正传啊，我对韩红呢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这种看法和恩怨啊，是吧？我只不过是把现在网络上的一些对韩红的一些质疑啊，客观的展示给大家啊。那韩红出来道歉，基金会出来声明，我也必然是如实的展示给大家。最新的进展是这样的，6月29号嘛，有100万粉丝的博主公开发布视频称，4年前他曾向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了19000元，但是在基金会的官网却查询不到自己的捐款记录啊。他说呢，审计报告显示韩红基金会呢采购多台价格1-2万元的苹果电脑，质疑慈善机构用这么贵的电脑是否合适呢？6月30号，韩红基金会向记者回应说，银行的转账捐款不会自动关联个人的账号情况，需将捐赠记录认领到个人账号下可正常显示。基金会的官网数字化信息系统信息技术项目的设计制作需要较高配置的电脑来支持。基金会的审计报告也经过了民政部门的审核，符合相关的法规。记者呢也通过查询发现，2025年度的审计报告公布的固定资产清算的明细表，基金会购置了多台苹果电脑，价格呢1万多元到2万多元不等那就是说，网友关切的还是那些你这个基金会为什么给你的这个所谓的理事发60多万的薪酬啊？每个员工基本上都是每年10多万的待遇啊，合适吗？这都是大家的捐款啊，你发高薪合适吗？是吧？这个他们并没有否认因为这都是文件上写着的，薪酬确实都是60多万韩红也发文致歉了。6月30号，韩红通过个人微博对近期在影片的首映相关工作中的不当言辞致歉原文如下：各位关心、支持、包容以及批评我的社会各界朋友，针对我近期在影片首映的相关活动中的不当言辞，我在此向广大公众郑重的、诚恳的致以深深的歉意。这段时间我反复回看现场的发言视频，逐条认真的研读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与理性的建议，此番发言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是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的观感，辜负了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我的包容与信任，对此我深感自责。多年来，我始终格外珍惜全社会给予我的认可与善意，韩红基金会一路走来离不开每一位
爱心人士的理解、支持与托付，公众的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善意啊，是我从事公益事业最珍视的底线，也是我一直恪守不敢怠慢的初心。今后我会常怀谦卑自省之心，谨言慎行，踏实做事。最后再次向大家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我看有这个韩红的支持者留言说，韩红说退出慈善业那是别人 P 图造谣的，但是韩红官方并没有否认那个关于他说要退出慈善业的那个图是假的，没有否认。到现在啊，他的基金会没有出面否认啊。那个图是真的是假的呢？各位，你们说呢？大概率的是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吧，发了以后马上就删了嘛，这个可能性很大吧。他并没有出面否认那个图是假的啊，各位啊，我在公开的信息里没有查到。还有罗永浩啊，为韩红发声罗永浩呢力挺韩红罗永浩呢这个他的说法呢也不是无脑站队洗白党上来第一句话先表态，我也不喜欢韩红说的走个面，这话听着确实不舒服。而后就直截了当的说那些借题发挥、捕风捉影、造谣公益基金有问题的，这也太流氓了吧！罗永浩啊，估计是想一码归一码话不妥可以骂，脏水不能乱泼。罗永浩呢，可能也被网友骂多了吧他直接说两个态度：一，对事儿不对人，走个面这句话他也不喜欢，说的欠考虑，该批评就批评；二，反对无限，上纲上线仅仅因为讨厌他说的几句话，突然这么多人对他喊打喊杀，甚至是捕风捉影，也直接说他的公益基金有问题，这也太流氓了吧这里说的不包括正常的询问和质疑的。韩红老师的公益基金做了10多年，可以说是功德无量。这个基金以前也被恶意举报过，民政局调查后显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只有一些程序上的小瑕疵。其实民间做公益基金是非常疲劳和痛苦的。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机构虽然也捐过很多钱，这是夸自己的但我一直也不敢自己做一个公益基金。我的性格做不到长期的忍受那么多的大傻叉给我使绊泼脏水。从这一点上，我非常的敬佩韩红老师的。那么这个罗永浩呢，还现身说法说指责公益基金的主管工资高也是外行人扯淡。做过稍微有点规模的公益事业的人都知道，公益活动很容易招来一大批善良热情的义务奉献者，但这里边做事专业靠谱的是凤毛麟角。所以智力正常的公益基金的发起人通常在关键岗位上都宁可用贵一些的高级专业人才然后呢还质疑网友说，你又没干过，懂个屁呀！我们去年去汶川赈灾的时候漏了著名矿泉水的品牌，都被骂了一通所以后来白天干活累得精疲力尽，晚上回来花很多时间去核对的细的不能再细的明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天晚上的账是对得上的那个意思。你看我罗以浩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我也挨了好多的骂呀他说呀，这个既夸了韩红，也诉说了自己这些年做公益的委屈和辛苦。事儿呢，话倒是说的漂亮，但是中国网友好像并不怎么买罗太君的账
喜欢他的人觉得话说到点子上了，可以批判韩红说话不妥，可以正常的监督公益基金，但不能搞一句话定罪，不能因为一句口误把人家10几年跑灾区捐款救人的功劳全抹了。公益人不是圣人，不能要求人家一句错话都不能有。而不喜欢他的人只觉得罗永浩又来蹭热度了，哪有争议往哪钻，靠这事儿给自己播客引流，甚至有人觉得俩人都是一路货色啊，惺惺相惜啊。好吧，咱们看看中国的网友说啊，其实呢韩红呢还是因为电影太差了所以他才替冯小刚啊挨骂了，是吧？罗永浩呢估计这次出来支持韩红啊，我估计韩红心里也不怎么舒服。罗永浩自己的口碑呢实在是不怎么好啊，从最开始的太君风波到后面力挺杨笠啊，罗永浩每次站出来那更要得罪一大批的人。本来韩红这件事消停几天可能就过去了，罗永浩这一下场大概率又得再上几天热搜了啊。那这到底是好是坏呢？那韩红心里边我估计也感谢罗永浩的8辈祖宗的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